夜来风急，偏挑灯夜行，星月落尽，挥袖扬长去。归去来兮，且听风解雨，比你乾坤，燕带笑意。方圆千里，哪有清净地？望断归路，不疑是清晰。天涯笑梦醉，我美人兮，有何所惜，有何所惧？哦，谈笑风生，闲倚路马，不忘江湖行。潇洒一生红尘，一梦快意天和地。哦，刀光剑影，腥风血雨，谗言有时尽，豪气千万里。踏浪而去，驾风云，几度春秋，人在江湖行。哦，如崎岖满荆棘，我心意就像风。谈笑风生，闲倚路马，不忘江湖行。潇洒一生红尘，一梦快意天和地。哦，刀光剑影，腥风血雨，谗言有时尽，豪气千万里。随我踏浪而去。好看，快喝点汤，吃点点心。啊？这个是什么？虾饺。合胃口吗？喝，好吃。妹妹是第一次来广州吧？是，之前没来过。那怪不得，我们广州的点心是很好吃的。是啊，那以后姐姐就都带我出去逛逛，带我吃广州的点心啊。好啊。对了，姐姐你是干什么的？我啊，我做一些可有可无的小生意。妹妹，你这么晚不回去，那个华明初不会担心你吗？华明初？就是你昨天喝多了一直提的那个人啊。我提他了吗？我提他什么了？看来你真是喝多了，说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妹妹平时也不喝酒，是个不胜酒力的人。昨天不得已喝了点酒，不好意思。你这么好的姑娘，你说那个华明初为什么跟你吵架？要不我派人去给他传封信，让他过来接你。不用，千万不要！我不想回去，我觉得我在这儿待就挺好，而且我特别喜欢你，姐姐。而我以后我就跟着你干吧，我什么都会，我打杂可厉害了。好啊，那你会什么？喜欢做什么？平时？我会认字儿，我还特别喜欢看一些书画类的。姐姐这里，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上了年代的稀世珍品。你给妹妹看看，让我开开眼界嘛。好啊，回头我让人给你拿些过来看看。好。妹妹，姐姐特别好奇啊，那个华明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哎呀，你老提华明初干嘛呀？他就是一个穷书生，没什么能耐的。没什么能耐，能统领整个外八行吗？做可有可无小生意的人，不也占领着半个广州吗？哼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的？那姐姐又是怎么知道华明初带领八行呢？不就是个绘卷吗？
设机关启动了，有人闯进来，去查。吃。白老板，白老板，白老板，有人闯入仓库。滚！这是。白老板，您去忙吧，这儿我一个人就可以了。也好，你先吃着。有什么需要随时叫他们。这老李泉的地盘挺热闹啊，藏宝阁被人闯了，难不成还有人盯着绘卷？分头队，是。人呢？跑了。跑了？你不是说没人能跑得出去吗？中了2针，就算不死，也得躺上3、4个月。白老板放心，藏宝库里一件东西没丢。阿华在。最近有什么新东西入库吗？没有，都是一些旧物。全都给我翻出来。是。花鼓，开门！快！怎么这是？来，吃卷人，怎么样？钢针不偏不倚，刺中了几个重要的血脉，必须小心拔出来才行。是我考虑不周，他肯定是去老李泉偷绘卷才弄成这样的。不用自责，至少现在没有生命危险。这老李泉的激光这么厉害，是莫刚？什么？神机弩和莫刚针，原本都是用来隔水定桥的工程器械，绝不可对人使用，都是末班的东西。他们有末班的人？明日进广州城，等我传信。华明初，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撤！藏宝库没有任何东西遗失，唯有这幅画卷是最新入库的。之前从未有过贼敢闯我们老李泉。这么想来，这幅画卷很是蹊跷。画，我会认字儿，我还特别喜欢看一些书画类的。姐姐这里，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上了年代的稀世珍品。你给妹妹看看，让我开开眼界嘛。下去。走吧。
貌似来道话，看来这幅画的作用不小啊。既然画不寻常，那这贼是大有来历啊。冯先生，你的意思是，外八行自古以来以实行者绘卷历代传承，可传说中还有一幅画卷，名为《万山河》，这作用不太清楚。可说不定这幅画能成为我们的重要筹码。你有计划了？什么表？什么毛病？师傅，说。镇上的情形怎么样了？都好。刚收的表放在抽屉里，你收拾一下。晚辈华明初拜见莫老前辈。我这个破店地方太小，容不得你持卷人的大驾，请回。师傅，前辈，事关余下4行，尤其是末班的安危，请您听我说完。当年你父母的事，我倒也在场，一定要兴师问罪。我一个老头子，倒也无妨。晚辈不敢用家事滋扰前辈，只不过这次事情重大，而且与末班记忆有关，还望前辈和末班能够相助。与末班何干呢？小柯说，有人用神机弩伤人，神机弩又死不了人。师傅，神机弩配木钢针。你说什么？这根针是我一个好友去老李泉时被刺中的。晚辈斗胆问一句，末班是否有和老李泉做过这笔生意？放肆！末班向来恪守兼爱非攻的准则。神机弩虽不是什么机密，但图纸从来没有外放过。那莫刚呢？小柯说过，莫刚可是末班冶金的至高工艺。这件事，我会差专人去调查，不有劳持卷人费心了。小叔，送客。如果查出了什么结果，麻烦前辈知会一声。晚辈告辞。上啊！啊，这看看，你看看这个，还在生气呀？都多少年了？前辈不声不响就把小叔送到日本去了，就为了保护这么一个人？什么叫做这么一个人呢？他可是咱们的持卷人。你说我这眼光厉不厉害啊？你耽误了我培养小叔的最好的年龄。你怎么就知道？柯叔留洋所学，比末班本事要来得差呀。我的眼光一直不差，是实话。你还得感谢我呀。胡
回你的神通牌楼去吧，我这地方太小了。还是个臭脾气。唉，40多年了，末班啊，也该安安稳稳的退出江湖了。大小姐，谛听师汇总情报，一处郊野破屋曾有华玉枝的踪迹，而他最近的行动，往往用一本书籍里的句号作为暗号沟通，说不定这本书就有线索。消息确认吗？谛听师们汇报，确实有疑似华玉枝的人在广州出现过。益阳的溪水姑娘在老李全老板白锦手里，咱们是不是？谛听师该做的就去做，不用问我了。好的。阿姑，好点了吗？没事了，不用担心。我跟秀娘商量过了，广州的气候不适合养伤，等你稍微能走动了，就送你回昆明。不是，老大，哎，我真没事。你就不要勉强了。广州这边，秀娘跟启明他们都在，你就别担心了。还有，下回不准擅自行动，这是命令，啊。秀娘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们先下去。哪儿来的？老李全派人给你送来的，说是给你的见面礼，还邀你去什么老李全的总部，这分明就是鸿门宴嘛。还有这个，给你的。这是溪水姑娘的项链。老李全的总部可不是那么好闯的，池卷人，你万万不能中了他们的圈套。溪水既然被解下项链，说明一定有危险，我得去救他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不用，我去拖住白锦，你们想办法救人。好。
早闻八行持卷人大名，今日相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白老板在广州也是声名远扬，久仰久仰。敢一个人来我牢里泉，有气不？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人来的？白老板，我们的人留意到堂口周边环哨，但人数未知。请坐。八行在广州算是老面孔，我老李全也在珠江码头谋营生，今后还望跟持卷人多走动走动。广州开埠已久，可以做的生意还有很多。白老板说的不全对，我虽是八行持卷人，但八行也会在我手上陆续解散，变为普通百姓去做正经营生。按照之前的安排，昨天就应该来拜访你，谁知道刚到码头就遇到了些麻烦，被一群小混混给拦了去路。还有这个事情？那以后持卷人如果再遇上什么麻烦，尽管来找我，我白锦一定竭力相助。我知道白老板在广州人多势众，但我们也不是等闲之辈。我不明白您送的这个礼物是什么意思？您要是有什么条件，尽管提。持卷人应该是误会了，我跟这位姑娘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。是吗？那我就不绕弯子了。听说八行中的末班技艺超群，所制的武器比枪炮还厉害。为了对付云门，我想从末班买一批武器。前几日我去拜访了末班，被他们轰出来了。白老板，末班守则向来是兼爱非攻，再加上我这次来广州的目的本就是让末班退隐江湖，你想让我帮你从他们手里买武器，怕是有点难度。那持卷人就是跟我开玩笑了。你刚来广州，想必末班还未解散。既然八行接听持卷人号令，想从末班买一批武器，那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吗？当心脚下。就是的，费加罗的婚礼。环数不好，我们快走。好，钟瑶，小姐。仙流气人见过六耳先生。仙流气人，
你和少玉太像了，太像了。华玉之，你果然没有死。你总得叫我一声伯父吧？你到底想对小初做什么？不愧是少玉的孩子，从北京开始你就着手调查我。你这个六耳先生着实敏锐，我相信少玉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万分欣慰的。你从北京的时候就知道我在调查你？对，全都知情。相比之下，你比我更像六儿。我不是无所不知，只是格外关心儿子罢了。我不在乎这些。你是他父亲，你为什么不露面？你为什么不帮他？你打算做什么？那你对他又是什么企图呢？自然是保护。那我相信你应该能够理解我。什么意思？我死了20年，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让八行一众退隐江湖的夙愿。我本想暗中看他一天天长大，让他与你结连理，度余生。但没想到，总有人暗中破坏。方远吉，他背后定有主谋，但具体是谁，我就不清楚了。钱青，或许吧，我总会查出来的。但是恰恰因为这些事情，我反而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八行破而后立的关键，便是化民出。其实你的想法和当初我交代给八仙前辈的想法是一致的，想让他平稳的生活，但其实这是并不可能的。天降大人，没错，所以我会一直保护着他，见证他的成长。这些我都跟你直言，你总该放心了吧？书中瑶屋里，我有太多问题想问你，否则就这么相信您不大可能。越是这样，我越心安。你问吧。为什么在北京的时候，您不与我，不与小初见面？仙流和谛听本就是八行中最为谨言慎行的。和你见面也是迫不得已，毕竟你都快把我找出来了。那小初呢？我保护小初是真，20年前我没有保护好燕儿也不假。是我害死了初儿的母亲，现在又是这副丑陋的模样，相见什么的，还是算了吧。被你逼出来也实属无奈。你不要跟小初提起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请您等一下。当年我母亲把您和柳前辈的事情告诉外八行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小初放在我母亲身边呢？将小初放到你母亲身边是八仙前辈的打算。我本以为我会纵身祸害，难以脱身，他告诉了我他的想法。八仙前辈知道你母亲对我的情愫，知道他心底的愧疚，了定这一切之后，他断定唯有你母亲才最能保护好初儿。这一步果然不愧是神通风范呢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你问我该怎么办？钟瑶当六儿不过6年，还有很多事情不太熟悉。后生可畏，六儿通晓一切信息，我会帮你做决断。瑶儿，这世间唯有你我2人最能保护好小初。好，瑶儿听伯父的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小姑娘，不要白费力气了。末班的手艺，什么时候让人失望过？你不配提末班。我配不配？不是你这丧家义阳说了算的。你，白老板，期待吧，你的持卷人要来救你了。你太看得起我了，我就是个野丫头，你威胁不了持卷人。哼，那你是没看见他为了救你那个着急的样子。收起你的小心思，等着看我怎么拿你来羞辱他。你现在把我锁在这儿，就说明你还没抓到他。去传个信儿，约华民初在流商楼见面。告诉他，他要是不来，就再也见不到这个野丫头了。好说。你个恶婆娘！谛听传信，老李全已经转移了溪水。他们扣留溪水，是为了胁迫末班，可他不知道莫之山根本就不听我的号令，又怎么会在乎溪水的安危呢？我们已经跟广州的谛听联络上了，只要老李全那边一有动作，就会通知我们。就怕这次营救不成功，溪水只会更危险。姐姐，持卷人，溪水姑娘的本事大着呢。要说她留在老李全出不来，那还有可能；可要说她有什么生命危险，那倒也不至于。那也得赶紧把她救出来。要想他活命，晚上到流商楼，叮嘱柯叔不要让他乱来。好。现在怎么办？看来白锦这次要来真的，可是咱们广州的人手根本不够。他们人多势众，不能硬拼，只能取隔山打牛，借力之计。哎呦！你这个老家伙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啊？也是让我帮持卷人的事儿。你真不帮啊！持卷人可是专程来到广州帮末班退出江湖的。他是持卷人，自有办法。那老李全动向颇多，那益阳的小姑娘又被抓了，想起来也多是因末班而起。你现在啥也不管，这会不会有点过分了？你早一天跟我说这个事情，我还相信。但是前辈，白锦他手里有万山河，你也不必瞒我。
哎呀，你这脑子里除了贺书之外，还留意别的事儿了？是六儿给过来的消息，估计也是让我帮持卷人，但是江湖上，这些事儿跟末班无关，我就是想帮，也无从入手啊。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说到江湖，你真当你末班和江湖没一点瓜葛呀？有什么瓜葛？来我牌楼坐坐。你的意思是？没错，将军百战。老李全能掩人耳目的据点，共有12处，这是第7处，闷热低气压的环境，因此想要找到吸水的关键，在水星身上。有了，制高点，制高点，制高点。终于找到你了，小家伙。华先生之前走得太急，连饭都没来得及吃吧？白老板请我来不是为了吃饭吧？华先生，请。白老板费尽心思的想要得到末班，无非是因为忌惮云门。不如我做个中间人，让大家把误会还有矛盾解开，如何？华先生也是江湖中人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和云门的战斗已经见了血。我也要为我老李全考虑啊。商业斗争根本不涉及枪火，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。我白锦只是个做生意的，老李全也是区区一个商会，哼，哪来的枪火？我在乎的是生财有道。四方不武，何来生财有道？我也希望这广州能早些太平。晚辈拜见前辈。莫老前辈稀客。持卷人为末班思虑，以兼爱非攻，拒绝了白老板的要求，末班感激不尽。不过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如此时局，末班不再以祖训而偏安一隅。莫老前辈的意思是？我是邀请二位，按江湖的规矩，决一个胜负。如果持卷人胜了，白老板就得交出关押着的益阳行小姑娘。这个方法，甲乙对立，
咫尺纵横。白老板想必清楚。您指的是牌楼的百战旗？这百战旗，正是源于我末班一行，只是后来被神通行借去，规避仇家。没想到后来，在广州演变成了商业纠纷中调解的办法。作为将军百战，为的是要以棋局对弈，取代血腥厮杀。还有这故事？自从我代理老李全到今天，已经有7、8年没对过局了，有意思。赌注呢？末班。前辈，溪水在他手中，这可算不上对等的赌注。而且我本来是来解救末班，何必把末班打伤？石卷人，这回你不再怪我不帮你了吧？我知道你们要什么。我白锦很讲究公平，虽然我不知道这幅画的用处，但这注我下定了。我的心自己听，它轻轻搅动黎明。我痛苦，我高兴，一个人寻找着路径。每次有一些发酸，是悲伤充满了冬天，无法呼吸。只是风而已，风而已，心中归期，不因时光转移。我自言自语，很默契，兴奋等待那一刻燃烧的时机。看掉的是冬季，是冬季。我把梦给你，留给你，独自爬上长夜的悬崖峭壁。我自言自语，问记忆，重拾起那一切发光的诗句。看掉这漫长冬季，长出的是